家好，我现在人在特拉维夫。那这一间青年旅馆呢，叫做 Abraham。我自己2012年的时候，就是先从这个青年旅馆认识了以色列，因为它除了旅馆以外，它还有很多的行程。然后这个大大的 Bring them home now 就是说释放人质，现在就释放人质的一个广告。那这里呢就是 Abraham Hostel，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跟所谓的青年旅馆不太一样，好像反而看到很多小朋友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光明节的一些东西哦，光明节陀螺。光明节的歌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，怎么一个青年旅馆有这么多的孩子？跟想象中的青年旅馆不太一样。那这也是我这个影片想要很真实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现在的青年旅馆或者是旅馆正在做什么样子一个特别的事。基本上，旅馆变成了一个家。就是接待从以色列北方或者是靠近加沙走廊的这些家庭，他们敞开了旅馆的门，让这些孩子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。那在 Abraham， 他们不只是提供免费的住宿，还有早餐之外，他还跟以色列的教育局合作，在这里呢就有幼稚园跟小学。那现在是因为光明节，所以没有上十届的课。10节课就是像是英文、希伯来文还有数学这样子。那这个礼拜就都在玩，就是所以有什么烘焙课啊，然后我后面刚刚有人就是在做一些简单的杂耍。那这就是战争时期以色列人彼此帮助的一个样子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讯息？是因为我跟 Abraham。因为我是 YouTuber 啦，那我们之前就有合作。那我很荣幸 ，Abraham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企业，因为战争爆发，其实它是一个企业，它没有必要说好像就跳进来，然后担任一个应该是 NGO 或者是什么慈善机构做的事。可是，他们很早就是战争一爆发，当这些人需要撤离的时候 ，Abraham 他不像其他旅馆说打折。他是直接说给2晚免费。那我为什么会知道？是因为我上网去看，然后我就每一间旅馆看一下他们做到什么程度，然后只有 Abraham 是提供2晚免费的住宿。那当然后来政府他就跟上了，然后就是有一些补偿的措施。但是我在这边认识的朋友告诉我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补偿措施。举例来说，可能是离边境5公里或者是7公里的家庭才会得到政府的补助。可是有些人的家庭是在可能所谓的安全距离，就是可能是10公里或者怎样，但是他们家的孩子是在位于5公里或者是7公里之内的那个地方上学，那这样就不安全。他孩子不能去上学，那他还是一样要撤离。那就没有办法享用补助。那 Abraham 这边的立场是，不管你是有补助还是没有补助的，他就是敞开他的门，然后让这些以色列境内难民，目前就是10万到20万这么多人，能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。我知道你们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会觉得说，你们特拉维夫还是耶路撒冷哪里安全啊？还不是养火箭炮，特别是特拉维夫。那我朋友的朋友刚刚就告诉我，他其实听这些孩子就讲说，他们都知道，就是听到警铃声响的时候该怎么做，而且他们还会就是自嘲。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会自嘲说，我们在北方的时候我们只有15秒，在这里我们有90秒，那都还可以泡咖啡了。就是你会觉得有点
心酸，这是媒体不会讲的事情嘛？因为你们以色列，你们没有被炸得很惨啊，你们没有办法卖惨，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其实有很大的程度，就是你看他们是正常的样子，好像还在玩，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企业，他没有站在一个自私的角度，觉得我没有事，然后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没有，他们就是跳进来帮忙。那在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如果你们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企业，然后愿意透过他们去帮助这些以色列的境内的难民之前，我想跟你们分享2个我刚才听到很难过的故事。那Abraham Hostel 他有5个创办人。那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创办人叫做马欧斯伊诺，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在10月7号的这个屠杀中被杀了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就觉得他可以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，然后来就是期待全世界来同情他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反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更想要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他可以同理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有需要，那他能够做什么，他就这样子去帮忙。那第2个故事呢，就是朋友介绍刚才跟我聊天的这个朋友，那他是来自 Kibbutz Kfar Aza， 那这个城市呢，就也是有非常多的人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，有些是被火箭炮炸死的。那这是他从小长大的奇布兹，虽然说他没有继续住在那里，但是10月7号那天，他的阿姨、叔叔、他的阿公，还有他的最小的弟弟，都住在那边。那10月7号那天，因为他阿姨还有姨丈的房子是木头做的，那火箭炮就射来，然后他们就被哈马斯杀死了。那我听到，我当然是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在你面前这么正常的一个人，这也是我在影片常常说的，就是你们看以色列人好像还可以玩啊、喝咖啡啊，好像没事嘛，你们不是战争吗？可是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把他的伤痛直接的告诉你，他们没有卖惨嘛，他们这个民族他们不想要卖惨，他们想要给你们大家看到，给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民族的韧性。敌人越是强悍，那他们就要活得更精彩。这是以色列的样子。可是我还是给他一个拥抱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想要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。我还是很难过，我也知道很不容易。然后他说他很感谢 Abraham 这个公司，就是当然是理解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有让他请丧假，然后去处理一些事情。所以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。那我也有问他说，那你们期待什么时候会有观光客回来？因为它有2个部分嘛，一个是住宿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是行程。那就目前是行程全部都被 cancel， 就是一直要等到战争结束。那他说可能就是明年的下半年吧 ，Q3，也就是大概要7个月以后。那目前他们的计划就是靠大家的捐款，然后让这个企业可以继续的存活下去，然后去帮助人。那所以我也是邀请你们，就是如果你们手上有能力、有钱可以去帮助的话，这个企业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。然后你们可以很实际的透过他们，就帮助到以色列的难民。其实，在以色列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需要，包含像是为军队升级他们很老旧的装备，或者是这一些正常生活完全被夺走的人，他们没有一个所谓正常的童年。那我知道以色列境内有很多的需要是政府他做不到的，因为目前在打仗。那有一些比较，有时候政策它没有办法那么的有弹性，那不符合资格的情况下怎么办？那就是靠民众自己掏腰包，然后来弥补中间的不足。那我相信每个社会都是这样，有政府机构，然后也有非营利组织。只是现在以色列是连企业都跳进来，像是
Abraham 他平常他就是只有提供住宿跟早餐，这跟战争无关，他平常就是这样。那现在战争期间，对这些难民住在这里是免费的，但他也只做得到提供免费的早餐。那午餐跟晚餐怎么办？那就有旁边另外一个跟能源有关的公司，它本来就有一个厨房，那它就是做更多的饭，然后每一天中午跟晚餐都送来这个旅馆，然后给这里的难民吃，所以就是很了不起。那我会想要把他们在以色列内部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，一个是让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过的。然后另一方面是，当然如果你们考虑来旅游的话，也不是不行，那你们就会看到这个样子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，也欢迎你们就是来帮助、来加入对这个企业的支持。那就算不行的话，以后当你们来到以色列玩，等到战争真的都结束了以后，那你们知道这间公司，那它应该还会在啦，因为他真的很棒，我觉得上帝会祝福的，所以我不担心他倒。那你们可以就是选择住在他的旅馆，或者是买他们的行程。我真的是觉得好的企业需要被支持，也需要被知道，尤其是这样子的好行为需要被知道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